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脚骨介药之先生所著的《长寿但大脑不衰老的人的习惯》这本书。最近是否出现了类似的困扰？忘性加重，因为一点小事感到烦躁，或者觉得菜的味道和以前不太一样。您或者您的家人是否有类似的情况？这可能是 MCI 轻度认知障碍的征兆。目前据估计，日本约有400万名老年人被视为患有 MCI 的认知症预备军。如果不进行治疗和干预，这些人当中有40%将在5年内发展为全面的认知症。而且，认知症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。预计到2025年，日本的认知症患者将达到700万人。不过，请不要担心，即便您或您的家人已经出现 MCI 的症状，只要及早发现并采取应对措施，仍然有机会阻止脑功能的进一步退化。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知识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日本有1/4的人患有认知症，5分钟了解 MCI 轻度认知障碍。第二，2选1的小测试解说具体哪些生活习惯有助于预防认知症。第三，解读预防认知症的2种有效饮食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日本1/4人口面临认知症，5分钟快速了解 MCI。认知症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重要议题，而在所有发达国家中，日本的老龄化程度最高，因此也被称为认知症大国。根据统计，日本认知症患者占比2.33%，远超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。厚生劳动省的一项报告指出，2012年日本的认知症患者数量约为462万，占65岁以上老年人的15%。此外，还有约400万人患有 MCI， 合计约862万名老年人面临认知功能障碍，相当于老年人中的1/4。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，预计到2025年，日本的认知症患者将增至700万。届时，65岁以上人群中将有1/5患有认知症。这表明，认知症不仅仅是个别人的问题，而是所有家庭都可能面临的现实挑战。2、健忘症与认知症的区别。不少人担心，随着年龄增长而出现的记忆力减退是否就是认知症，但其实二者截然不同。健忘症是大脑自然衰老的表现，而认知症是一种疾病。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忘记部分记忆，还是完全忘记。例如，当您被问及今天早餐吃了什么时，如果您记得吃过早餐，但想不起具体的菜品，这是健忘症；但如果您完全不记得自己是否吃过早餐，就可能是认知症。类似的，如果您去超市时忘记要买的东西，这只是健忘；但如果您忘记自己为什么外出，甚至不记得自己身处何地，则需要警惕认知症的风险。另一个区别在于自我意识，健忘症患者通常会意识到自己的忘性，并感到不安，因此会尽力回忆或者使用备忘工具。而认知症患者往往缺乏自我意识，即使被家人指出也无法理解，有时甚至会因此发怒。3、认知症的进一步症状。随着认知症的发展，患者可能会出现一系列行为问题，例如忘记关闭炉火、忘记关水、在家附近迷路，或者频繁丢失重要物品，如钱包、信用卡。此外，患者可能逐渐不会使用日常工具，生活自理能力大幅下降，无法独立生活。这就是认知症与健忘症的区别及其带来的影响。通过早期发现和积极应对，我们仍有机会控制脑功能的衰退，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质量。这样来看，健忘与认知症存在明显的差异，因此家人等周围人辨别起来相对容易。然而，问题出现在 MCI 上。MCI 顾名思义，是认知症的轻度版本。患者在日常生活中仍能完成基本的操作，因此容易被误认为只是单纯的老化现象。这不仅患者本人容易忽视，连家属也可能未能及时发现。然而 ，MCI 是认知症的前兆，及早发现并进行干预至关重要。
虽然目前尚无根治认知症的有效方法，但如果无法治愈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延缓病情的发展。MCI 处于正常老化与认知症之间的灰色地带，也可以被视为阿尔茨海默病的过渡期。MCI 不治疗的后果，研究表明，如果不对 MCI 进行治疗，约40%的患者在5年内会发展成认知症，甚至在1年内就有10%转化的可能。MCI 与阿尔茨海默病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，患者是否能够独立完成日常生活。在日常生活中所需的操作被称为 ADL 活动能力，可分为2类：一、基本 ADL 如进食、洗浴、如厕等维持生活最低需求的行为；二、工具性 ADL 如购物、用餐准备、财务管理等稍复杂的操作。一旦患上阿尔茨海默病，这2种 ADL 都会受到影响，患者不仅无法完成家务和购物，甚至连自身的基本生活起居也难以维持。相比之下， MCI 患者的基本 ADL 仍然正常，但在购物、财务管理等工具性 ADL 上会表现出一定问题。尽管此时患者不需要家人或他人长期照料，日常生活也没有出现明显障碍，但这种情况容易被误认为只是自然老化。MCI 的影响与症状表现，虽然 MCI 阶段的患者已经存在记忆障碍，但症状并非十分严重。例如，他们仍能顺利驾车、按时服药，但可能忘记刚刚交代的任务。也就是说，这种记忆障碍已经超出了年纪大了健忘的范畴。MCI 与阿尔茨海默病的关键区别。MCI 与阿尔茨海默病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，阿尔茨海默病一旦发作便无法逆转，而 MCI 若及时治疗，有可能恢复接近正常状态。因此，如果能够在 MCI 阶段进行干预，有望阻止病情发展为阿尔茨海默病。这就是为什么在 MCI 阶段及时发现和处理尤为重要。在缺乏认知症根治方法的情况下，这一阶段可能是避免发展为认知症的最后机会。认知症带来的心理与经济负担。根据2021年实施的认知症意识调查，结果显示，约90%受访者担心认知症会给家人带来负担，约60%担心认知症会增加经济压力。然而，尽管如此，大约70%的人并未采取任何预防措施。这说明认知症不仅是患者的个人问题，还涉及家庭乃至社会的负担。因此，在 MCI 阶段尽早干预至关重要。这不仅能减轻未来的痛苦，还能减少家庭和社会的压力。也就是说，尽管很多人害怕认知症，但仍有许多人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。这背后的原因之一在于，人们普遍缺乏认知症是可以预防的这一意识。然而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，认知症与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。通过保持规律的作息、改善饮食习惯和适度运动，可以培养出不易患认知症的大脑和身体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我将通过2选1的小测试来解说具体哪些生活习惯有助于预防认知症。第一题：化妆的人与不化妆的人，哪种人更容易患上认知症？请大家稍微想一想，答案是不化妆的人更容易患上认知症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体型和容貌会发生变化，许多人会意识到自己已不再年轻，因此倾向于穿朴素的衣服，减少化妆，对时尚的兴趣逐渐减弱。这一现象在男性和女性中都很常见。或许你会疑惑，时尚和认知症有什么关系？实际上，时尚打扮能让人心情积极，具有预防老化的效果。近年来，在护理行业中，通过化妆、美发、美甲等美容服务提升老年人精神状态的活动也在增加。例如，有一种叫化妆疗法的治疗方法，通过化妆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长寿。有研究表明，在养老院中，每2周为老年人进行一次化妆疗法，持续3个月后，观察到了认知症进展的抑制效果。保持对外貌的兴趣还能刺激大脑的前额叶区域，从而帮助维持脑部年轻状态。第2题：
常去新店与常去熟悉的老店，哪种选择对预防认知症更有帮助？请大家稍微思考一下。答案是，经常光顾新店对认知症的预防更有益。大脑会因为接触新鲜事物而变得活跃。年轻时，许多人喜欢寻找新的餐馆或时髦的餐厅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们更倾向于去熟悉的连锁店或固定的老店。这种行为实际上反映了大脑的老化特征。随着老化加剧，人们容易感到不安，倾向于选择熟悉且舒适的环境，而避免接触新事物。这不仅仅体现在餐馆的选择上，例如，有些人年轻时热衷于听最新流行歌曲，但后来却只喜欢怀旧金曲；又或者，过去常去电影院观看热门新片，如今却更喜欢待在家里看经典老电影。然而，大脑的神经细胞在面对新事物时会更加活跃，因此，如果总是重复同样的事情而不去尝试新事物，大脑会逐渐变得僵化、衰退。虽然偶尔去熟悉的店没有问题，但也要尝试新的餐馆，以给大脑带来积极的刺激。第三题，经常使用智能手机搜索信息的人与不使用手机搜索信息的人，哪一种人更容易患认知症？请大家稍微想一想。答案是，经常使用智能手机搜索信息的人更容易患上认知症。这个答案可能出乎大家的意料。依赖智能手机会导致记忆力退化。在如今的信息时代，只要遇到问题，很多人习惯立即用手机搜索答案。这样的行为减少了我们动脑回忆的机会，反而加速了大脑功能的退化。因此，为了保持大脑的活力，不要过度依赖科技，而是要尽量依靠自己的记忆和思考能力。然而，过度依赖智能手机和电脑可能会导致大脑功能退化。当我们放弃用自己的脑袋思考和记忆时，回忆能力会逐渐减弱，最终导致认知功能下降。遇到不懂的问题时，即使需要花费时间，也应该尽量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回忆和思考。此外，大声询问周围的人也是预防认知症的有效方式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许多人变得沉默寡言，但与人交流其实是锻炼大脑的良好方法。接下来是第四个问题，您觉得储蓄和不储蓄的人，哪一种更容易患上认知症呢？请大家稍作思考。答案是，储蓄更多的人患认知症的风险更高。日本人普遍认为储蓄是一种美德，是非常喜欢存钱的民族。当然，为了孩子的教育、房贷以及养老生活而节俭是可以理解的。然而，正如再多的知识不去运用也毫无意义一样，如果只是积累财富却无法善加利用，那么这些财富也会变成无用之物。只有在需要的时候去使用金钱，它才能发挥真正的价值。当然，这里并不是提倡浪费或挥霍，而是强调要认真思考如何有效使用金钱。在使用金钱时，我们会调动大脑的前额叶皮质区域，使大脑保持活跃，从而有助于预防大脑老化。如果金钱的使用带来满意的结果，还会刺激幸福荷尔蒙的分泌，帮助我们保持大脑的年轻活力。接下来是第五个问题，您觉得夜行生活和晨行生活，哪一种更容易导致认知症呢？答案是，夜行生活的人更容易患上认知症。我们的身体自然会在晚上感到困倦，并在早晨自然醒来。这种生活节奏是由体内生物钟调节的。如果长期熬夜，大脑无法得到充分休息，处于过度疲劳状态，可能会导致脑细胞损伤，进而影响认知功能。根据国立长寿医疗研究中心的研究，75岁以上的老年人如果习惯熬夜，患认知症的风险会大幅增加。此外，研究表明，晚上11点以后入睡的老年人，患认知症的几率比在9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人高出近2倍。因此，保持良好的睡眠习惯不仅对大脑健康有益，对身体健康也至关重要。建议尽量避免熬夜，并在晚上9点至11点之间入睡。接下来是第6个问题，您觉得电话通话和视频通话，哪一种更有助于预防认知症呢？
答案是视频通话更有效，与人交流会刺激大脑活动，因此交流是预防认知症不可或缺的一环。然而现实中，有时我们无法与他人见面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进行视频通话是最好的选择。相比于仅使用听觉的电话通话，视频通话因为加入了视觉信息，会更全面地调动大脑活动。如前所述，我们从五感中获取的信息中有80%来自视觉，因此包含画面的交流能比单纯的语音交流更充分地激活大脑，有助于保持认知功能。第7个问题：洗澡和淋浴哪个更有助于预防认知症？答案是，为了预防认知症，建议泡澡，而不是只用淋浴。一般来说，温水的半身浴对健康有益，但研究表明，预防阿尔茨海默病更有效的是热水浴，这背后有科学依据。下面用简单的方式解释一下。阿尔茨海默病的主要原因被认为是贝塔淀粉样蛋白在大脑中堆积。另一方面，我们的大脑中也存在分子伴侣，这种物质能将贝塔淀粉样蛋白无毒化。您可以把贝塔淀粉样蛋白比作大脑中的垃圾，而分子伴侣则相当于大脑的清扫工具。分子伴侣有多种类型，其中一种叫热休克蛋白。研究表明，体温升高时，这种蛋白质会增加，因此当泡在40至42度的热水中约10分钟，体温上升后，热休克蛋白的数量会增加，它就能更好地清理大脑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。淋浴无法产生这种效果，所以泡澡对于增加这种清扫作用至关重要。当然，温水的半身浴也有一定的健康效果，但为了预防认知症，偶尔泡个热水澡误视为一种不错的选择。第8个问题：追剧时，是每周看一集好，还是全部录下来一次性看更好？答案是，每周按时看一集更有助于预防认知症。如今，观看电视剧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，有些人喜欢等全部剧集更新完后再一次性追完，有些人则每周按时收看最新一集。但从认知症预防的角度来看，每周分次观看更为有效。这是因为每周观看时，需要回忆之前的剧情，这会刺激大脑的记忆力。同时，在一集结束后，你还会思考并预测下集剧情的发展，这些活动都会激发大脑的活跃度。如果一次性追完所有剧集，这种回忆和思考的过程就会减少，刺激大脑的机会也会随之减少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我来介绍2种对预防认知症非常有效的饮食方法。认知症的预防需要从日常饮食开始。以下是4个基本的饮食原则：保持饮食均衡，减少糖分摄入，积极摄取抗氧化物质，控制盐分摄入。这些原则看似简单，但正是因为认知症被视为生活习惯病的一种，良好的饮食习惯对预防它十分重要。然而，仅说要吃得健康，可能仍让人感到无从下手。因此，接下来我会依次介绍2种具体且有效的饮食方法：和食和地中海饮食。第一种，和食，日本传统饮食。在遵循上述4项原则的基础上，推荐的第一种饮食方式是和食。无论是否为了预防认知症，健康饮食的基础在于均衡摄取3大营养素：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化合物，并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微量元素。和食的核心模式是1汤3菜，即米饭、味噌汤和3样配菜。和食常包含豆类、鱼类、蔬菜等对身体有益的食材，可以在一餐中高效摄取多种营养。例如，东北大学的研究对402名65岁以上老人进行了长达6年的追踪，结果发现，经常吃日本食物的人，认知症的发病率降低了20%。由此可见，和食在预防认知症方面的有效性。因此，我们不妨重新审视和食的价值，并将其融入日常生活中。第2种，地中海饮食。除了和食外，另一种值得推荐的饮食方式是地中海饮食。地中海饮食源于希腊、意大利等地中海沿岸国家的传统饮食，常使用橄榄油、鱼类和海鲜。
虽然有些人对这种饮食方式不太熟悉，但它和核食在某些方面有着相似之处。以下是地中海饮食的基本规则：每天食用蔬菜、橄榄油、水果、豆类、坚果、香草和香料；每周几次鸡蛋、鱼类、禽肉、奶酪和酸奶；每月少量牛肉、猪肉、甜食；适量饮用葡萄酒。多项研究表明，地中海饮食可以有效降低认知症的风险。例如，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，地中海饮食使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风险降低了50%，尤其是橄榄油的预防效果近年来备受关注。通过这2种饮食方式，我们可以有效降低认知症的风险。希望大家能够从日常饮食开始，为自己的大脑健康打下良好的基础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